大家好，大家在前面影片看到的就是杨紫琼在美国演员工会奖的演讲片段，是不是很带劲？一年一度的美国演员工会奖 SAG 2月在27日正式登场。此奖不仅是影坛知名的重要奖项之一，也被视为是奥斯卡颁奖前的预测风向。其中备受瞩目的热门作品《瞬息全宇宙》一连夺下4项大奖，杨紫琼更成功封后，再度缔造历史。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紫琼出道多年来，在好莱坞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。她不仅透过《瞬息全宇宙》在金球奖夺得音乐及喜剧类最佳女主角，更创下纪录，首度入围奥斯卡影后，被视为是影后的热门人选之一。今27日登场的美国演员工会奖中，杨紫琼打败劲敌凯特·布兰切特夺下影后，更创下历史，成为史上首位夺得美国演员工会最佳女主角的亚裔演员。杨紫琼上台后，先是激动，比出片中的经典手势，并表示要拿到这个奖并不容易，自己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才走到今天。她也一度情绪激动，忍不住在台上爆出 shit、fuck 等粗口，真性情的反应也让台下的演员为她欢呼打气。杨紫琼也感性表示，这个奖不只是给我的，也是给每一个像我一样的小女孩。最后更幽默表示，不只是我觉得很感谢，我妈妈一定也会永远感念于心，让全场女性都为她鼓掌喝彩。据了解，《瞬息全宇宙》除了杨紫琼获得的第29届美国演员工会奖、电影奖、最佳女主角、第80届金球奖、电影类音乐喜剧片最佳女主角，此影片还夺下最佳女配角、最佳男配角以及最大奖的最佳电影阵容奖，成为典礼的最大赢家。杨紫琼在金球奖拿奖之后，在社交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人气，并获得了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和第76届英国电影学院奖电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，并且金球奖素来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，二者的颁奖结果重合度极高。一切的迹象都说明，他很有可能在今年3月12日举行的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问鼎影后。不过，今年金球奖另一位最佳女主角塔尔的主演凯特·布兰切特同样来势汹汹，相信3月的影后争夺战将会异彩纷呈。从一届打星到金球影后，杨紫琼直到60岁才在好莱坞拿到有分量的表演奖，让很多观众直呼燃起来了。不过，她的人生并非一路开挂的爽文，但是她足够隐忍，足够坚持，这样的励志故事也足以给我们打上一针鸡血。在今年刚刚结束的第80届金球奖颁奖礼上，华裔女演员杨紫琼凭借去年大热的电影《瞬息全宇宙》夺得音乐喜剧片最佳女主角。她也成为了继2019年奥卡菲娜《别告诉他》之后，第2位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华裔演员。除了杨紫琼获奖之外，瞬息全宇宙剧组在当晚成为了表演奖的最大赢家，同片中的男演员关继威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，2位演员在电影中的美好画面也在金球奖颁奖礼上复现。杨紫琼在领奖时发生了一段插曲，她在发表获奖感言的中途被音乐打断，她直接对着台下说：“闭嘴，你知道我真的可以揍你。”略带强势又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引的台下阵阵喝彩，也把台上有些尴尬的气氛重新炒热起来。他的获奖感言主要是关于他在好莱坞的发展历程，言语之中依然充满着强势的幽默感。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好莱坞时，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。后来这里有人对我说：“你会说英语吗？”然后我说：“是的。”来这里的飞行时间大约是13小时，足够我学会了。去年我已经60岁了，我想在座的所有女性都明白这一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表演机会也将越来越少。但是我没有放弃，然后最好的礼物出现了。
因为瞬息全宇宙的出现，杨紫琼全面打开了她的事业第二春。本片自去年4月在北美上映以来，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平行宇宙热潮，不管是口碑还是票房，都打破了人们的预期。本片也成为了制片公司 A24 第一部全球票房突破1亿美元的电影。因为本片的大热，杨紫琼不仅登上了2022年底的《时代周刊》封面，成为年度偶像，而且还获得了多部好莱坞大片的演出机会，其中包括《阿凡达：星际迷航》和《变形金刚》等顶级 IP。选美冠军到武打明星，杨紫琼素来以打星的身份风靡世界，几十年来一直在亚洲和好莱坞电影中为银幕增光添彩。从一开始在香港电影界打出了名堂，到成为第一个华裔邦女郎，再到主演奥斯卡获奖影片《卧虎藏龙》，她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功，是在其职业生涯中巧妙磨练的天赋、努力工作和魅力的结果。杨紫琼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怡保，当地主要族群是华人，占比超过90%，且主要是福建、广东移民的后代。杨紫琼从小就对舞蹈情有独钟，4岁时就开始学习芭蕾舞，因为练舞而接触到的系统性身体协调训练，为她日后练习武打动作打下了基础。杨紫琼15岁时随父母迁往英国，后来在英国伦敦的皇家舞蹈学院主修芭蕾舞，但是由于脊柱受伤，她没有成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演员，但是上帝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——艺术和戏剧。1982年，他毕业时获得了创意艺术学士学位，并辅修了戏剧。不过，杨紫琼曾在2016年东盟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主题演讲中笑着回忆道：“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演员，因为我有怯场的毛病。英国人对舞台表演非常重视，当你怯场的时候，一上台就会忘记自己的名字，忘记自己的台词。”但即使是如此怯场的杨紫琼，命运依然将她推向了演员这一职业。杨紫琼20岁时从英国返回马来西亚，开启了她的选美明星之路。1983年，她赢得了马来西亚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冠军。同年，她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。后来，她又去了澳大利亚，并在那里的国际旅游小姐大赛中再次获得第1名。在一次机缘巧合下，一位朋友向香港商人潘迪生推荐了杨紫琼，当时潘正在为一个手表广告物色演员。杨紫琼飞去香港试镜，并成功得到了上镜的机会，与当时已经成名的成龙完成了广告的拍摄。这次香港之旅也为他日后拍摄电影奠定了基础。杨紫琼的演员处女作是洪金宝自导自演的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1984，本片的动作设计和故事情节都乏善可陈，在洪金宝的电影序列中算是中等偏下的水平，更像是一部游戏之作。初出茅庐的杨紫琼在林子祥和叶德娴的强势输出下也变成了小透明，因为在出道初期受到了成龙、洪金宝等动作影星的影响，杨紫琼被片中的打斗场面所吸引，于是跟着香港武术指导进行了密集的武术训练。由于多年舞蹈练习的加持，尽管她从未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武术训练，但做起动作来依旧得心应手。杨紫琼第一部主演的动作电影是隔年的《皇家师姐》1985，该片由袁奎执导，剧情同样十分简单，但是动作都是真刀真枪的搏命上阵，还有徐克和洪金宝参与演出。杨紫琼凭借敢拼的表现和精湛的演技，在第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得了最佳新演员。付出拼命。杨紫琼事业上的第一次沉寂是1988年，她与挖掘她的商人潘迪生结婚，并淡出演艺事业，但是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杨紫琼所愿。1992年，她提出了离婚，重新在大银幕复出。
复出之后的杨紫琼在打星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从1992年开始，她开始频繁出现在香港动作片中，其中成龙主演的《警察故事3》《超级警察1992》最为成功。片中有一个镜头，杨紫琼悬挂在一辆飞驰的面包车的一侧，为了躲避一辆公共汽车而跳上车顶，而后向车尾滚去，再翻身而下，最后落在成龙驾驶的汽车的引擎盖上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但是就在这个镜头中，如果成龙没有伸手扶杨紫琼一下，他将会有生命危险。杨紫琼在她的职业生涯中，身体遭受了许多严重的伤病。例如，在1995年拍摄《阿金》时，他的背部几乎完全骨折。在休养期间，他考虑再次息影，就在这时，昆汀站了出来。在一次他与昆汀的对话中，昆汀鼓励杨紫琼继续演戏，因为他是他的大号粉丝，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紫琼的动作电影会是什么样子。迷弟昆汀的激励成功了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杨紫琼不仅依然出演华语动作片，而且还走向世界，甚至揍了英国著名间谍詹姆斯·邦德，再次逆袭。1997年，杨紫琼加盟了007系列电影《明日帝国》，和影史著名特工詹姆斯·邦德展开了一段相爱相杀的旅程。杨紫琼是第一位华裔邦女郎，并且也是最能打的一个。她与典型的邦女郎不同，她的角色和英国间谍一样聪明能干。2000年，她凭借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扬名国际。这部广受好评的电影将壮观的动作场面与女侠于秀莲、杨紫琼和武术大师李慕白、周润发之间真挚的爱情故事相结合，碰撞出了绝妙火花。这部电影在票房上引起了轰动，并赢得了包括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奖。卧虎藏龙之后，杨紫琼在好莱坞开启了漫长的配角生涯。2005年，《艺伎回忆录》上映，她为曾经合作过的晚辈章子怡作配。3年后，她在动作冒险片《木乃伊3》中扮演一位古代女巫。2016年，杨紫琼在《卧虎藏龙》清明宝剑中再次扮演于秀莲，只不过到了这一步，她的故事已经不是重点，整部电影的叙事空间让位给了更年轻的刘程宇。后来，她出现在漫威的《银河护卫队2》和《上汽》中，尽管两部电影同属于一个宇宙，她却出演了不同角色。2018年，她出演了《摘金奇缘2018》，这是一部根据畅销小说改编的爱情喜剧。北美上映后引发了极大讨论度。杨紫琼在片中饰演一位不怒自威的亚裔母亲，极力反对儿子的婚姻，风头成功盖过主角。时间到了2022年，杨紫琼终于凭借《瞬息全宇宙》重新演回大女主，并且用纷繁复杂的多元宇宙形象告诉观众和评委，她不仅会功夫，还能够演出百态人生。所以《瞬息全宇宙》对杨紫琼的意义十分重大。这部电影告诉了世人，已经年届60的她，就算不能再打了，也能靠岁月沉淀下的演技征服观众。让我们祝她在第95届奥斯卡奖上好运。 All at once. Shut up, please. I can beat you up, okay? And that's serious.